上周末去了一趟盒马，不是上周末对，去了一趟盒马，然后呢，盒马里面刚好有卖那个烤串的，他在卖烤串，3块5，就这么大的肉，3块5一串，然后一串上面有三坨，一坨这么小，就这么小，就这么大一坨这么小，就这么小，就这么大一坨，就这么大一个，3块5。你朋友说一虎一边笑一边说，快平安夜了，是的，啊，这可好吃了，哎呀，想再去吃一次，真的很好吃。啊，这是那天去吃，那天我们去延吉的时候找了一家那个铁锅炖嘛，然后当时那家铁锅炖它是就是怎么说呢，它的那个主食它不是一般会有那个膜贴在边上，贴在那个锅边的那个锅边膜吗？然后那家店是包子，结果一份里面这么多包子，好像是10个我记得，然后最后好像只吃了1个还是2个，这么多包子一份，哇！然后当时我就说这分量，我觉得成都去5个女生这个分量都够了。还有什么呀？哦，还有这个也很好吃，这个那个延吉的那个炸酱面，然后下面这个是那个糖醋肉，这个是炸酱面，这个是糖醋肉，老好吃了，饿了完了。真的很好吃，谁懂啊，家人们？太好吃了！啊，这是长白山了。我其实拍了很多，因为我本来想剪 vlog 的，为什么没剪呢？我没有时间，加上我懒，那我就没剪。真的很美，真的很美。啊，多好呀！带你们吃了顿外卖，不好吗？那你们多了快乐一晚。哎，我怎么没有拍炸鸡的照片啊？我居然没有拍炸鸡的照片。然后在延吉的时候，某一天下午睡醒了起来，点了一个这个水果捞。我第一次吃这种酸奶水果捞，就是它是那种固体的酸奶，固体酸奶加水果的这种酸奶捞，我是第一次吃，好吃。啊，这个也好吃，这个是延吉的那个，好像叫浆水面，就是它是豆浆，用豆浆，但是它这个汤的味道是那种豆浆的味儿，它是冷的。哇，我豆浆豆星人狂喜，就是我很喜欢吃豆制品，任何的豆制品我都很喜欢，什么豌豆、黄豆、豆浆、红豆、黑豆，任何的豆类，包括豆腐，然后还有豆花，哎，我都挺喜欢吃，就是豆类的我都超喜欢吃。豆浆面对，豆汁儿不行，豆汁儿不行，这是正常的豆制品。酸菜炖排骨也好吃，但是我没有吃。哎，对哦，我们吃的那顿东北菜嘞。哦，东北菜不在这手机上，在那手机上，在我直播的手机上。哇，真的很好吃，真的。啊，这是去哎，这就是那个我们去吃的那个汤饭，这个汤饭，哎呀，它会转过去，汤饭也好吃，哎，满意。
我又活过来了，我对瑞士卷儿，我现在已经平复了我失去它的心情。谢谢00粉丝团灯牌。对呀，肯定的呀，我就去玩几天，我肯定吃不完呀。不过我以后应该还会再去一趟，因为我没有去哈尔滨，我应该还会再去东北的，但至于是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啊，我的瑞士卷，心疼我的瑞士卷。我粉丝团160个人，把这160个移接到我的大号上该有多好！这样的话，我的大号就只差几十个人，我就能有1万个粉丝团了，太可惜了。我怎么有5个展馆？居然有5个展馆！哦，因为团播用的是这个号。哇，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展馆里面有浪漫恋人、浪漫营地、掌上明珠，还有花海泛舟。哇，我要是不用手机播，我都不知道。谢谢连的锅包肉。还没完工哦，那没事了，我今年应该去不了了，因为我才去了，不可能再去了。上个月的消费超高，上个月出去玩了一趟，然后再上个月10月份买了一只猫，给我爸换了个手机，11月份出去玩了一趟，反正消费蛮高的这2个月。但是很快。圣诞节在直播间表演吧，应该，应该是在直播间表演啊，木生。1 2 3。真真的话，他应该在 B 站播。他不会在抖音这边播，你如果想去看的话，你可以去隔壁看他。他很少登抖音，他一般都在隔壁。没有哦，没有接到外务哦，圣诞节没有外务哦。我可以在上海表演，我也很想去上海表演呀！去完表演留一天去迪士尼，多好呀！然后去迪士尼的商店里面再也出不来了，多好呀！唉，可惜了没有。可惜了，因为上海确实就是这种活动一般就内部消化，就是上海自己，因为上海有很多像什么。上海、浙江那一块有很多，对，展子都是在上海直接就消化完了，多好呀！因为很多上海就是很多，不管是博主也好，还是 UP 也好，都在上海。然后呢，他就省了很大一笔路费钱，他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团。这个的话，你可能得加一下我主页上面的那个商务去问一下，具体多少？我们应该是价格可能随时都在变，不太一样。哦，终于有空给你们看我指甲了，我皮掉的指甲。等一下，等我清理一下我的绒毛。上海没信儿了呀！上海那个。它不是延期了嘛？延期了之后，然后应该是明年会重新换一批人，但还是不是我们的就不知道了。给你们看大概多少嘛？大概的话我也不太清楚，你可能只能去问一问吧。你可以去加一下那个我主页的那个联系方式去问一下，但是不算很贵，我觉得不贵啊，反正我觉得还好。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我皮掉的指甲。
劈掉的指甲，就是这里已经断了，然后我把它剪了，这有一个小缺缺，因为我把它剪掉了，但是它还是会勾，就这里还是会勾我的衣服，勾我的线，然后勾我的头发，这里还是会勾，然后这边这只食指也断了。就是它是直接，因为我是贴的那种贴片嘛，它是直接是用这个甲片是贴在你的这个指甲盖上的。然后呢，像这种就是懂吧，就是连胶和指甲一块儿就这么劈开了，然后就会很痛。一天啊？什么一天 W？ 10以下的10K 吗？啊什么啊我啊什么大几万啊啥呀？不是你们觉得我们很有钱吗？哎呀，给我激动的。没有，我们一个团一天的价格都没有5位数的，都是4位数，哪来的5位数啊？一个团都没有5位数的，更不要说我个人了，肯定没有啊。真的没有啊。我们真的不会以为我们很贵吧？没有，我们超便宜的，我们很便宜的。还有之前老有宝子问说，为什么就是我每次去活动都没有，就是没有 staff 跟着去，因为实在是没钱啊，机票谁出啊？那来回的机票一个人就是大几千，便宜点的可能来回就1000多，那这个成本谁担啊？本来就没挣几个，本来一场活动可能也就本来就4位数，本来也没多少，然后呢你还要再刨一个人工费。那还剩多少呀？都根本就没剩多少了。那这样，本来我现在，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参加活动，线下活动，真的基本上就是免费。对我来说就是免费。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参加活动，我得买新衣服，就是我自己准备的新衣服的成本，然后再加上一些别的什么，因为还要去外面嘛，肯定还要吃饭啊，还有那些。所有的成本摊下来，我基本上一场活动我就是免费的，可能一场活动挣的钱还没有我播2个小时挣的多，真的。我去线下活动纯粹就是基本上是免费，因为我得每次去都会买新衣服，但是如果我也可以不买新衣服啦，但确实是可以的，但是我想买。啊，还有商务啊，这么好，这么好。不贵啊，我们真的超便宜的，真的，4位数，团才4位数，很便宜的，真的很便宜。4位数够路费吗？路费不，路费一般是主办，就是主办包路费的，路费是包的，就是我们演出人员的路费是不用我们操心的。但是我们如果要带一个人过去，要带助理过去，那肯定就是我们该操心的问题了。一般的话是不会，一般很少有甲方是会同意带助理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外地的，本来3个人，然后呢钱就够多了，然后再加一个人，他那边主办那边肯定也不会同意啊。不要以为我们一天什么挣个好几万，没有，哪里有？哪里有啊！我跟你讲，我要是一天挣好几万，我直播间至于每次发那30钻石吗？至于吗？那肯定不至于啊！哎呦，啊，还有化妆师啊，这么好，起码发40个。那我真的一天挣好几个 W 的话，钻石我肯定是一个包里面可能就好几百钻石，绝对的，以我的性格绝对。而且我肯定是天天买那种很好看、很华丽、很贵的衣服，然后拍视频，然后直播。我也不会说每天为了纠结今天直播穿什么，今天视频拍什么，不穿什么拍视频，然后在那纠结。然后对着一件200-300块钱的衣服在那儿啊，到底要不要买啊？可是200-300很贵耶，但是它好看耶。然后对着手机在那儿，买不买呢？
买呢，算了，再放一天吧。明天要是还喜欢，明天再买。商务吗？啊，真的吗？商务的话，我看看我小号有没有，就是我小号没有的话，我大号也有，就是有一个那个联系方式，有一个 V， 有一个联系方式，我给你看。我不知道我小号有没有加。大号的话是在这里，这是我大号码，然后这里有一个合作请联系，这里合作请联系，然后这个就行，这个，谢陌生，谢谢大佬，谢谢老板，这样我就啊，可是我最近我没有。我上2个月才高消费了，我要是近期去上海的话，那我没有米去迪士尼消费了呀，怎么办呢？唉，要不播勤点，多播会儿吧，多挣点，然后这样去迪士尼能多花点，也要不多播点。当当当，我的网易云呢？我的歌呢？还给我放歌呀？要听歌，当当当当当当当，一天1万，一天才1万8，3天3啊！真的吗？真的吗？一顿酒什么酒这么贵啊？这我可能还没有到就是那个 feel 啊！我我现在就是还只是一个小菜鸡，我现在。为了迪士尼加油！好的，谢谢老板，早点休息，老板，拜拜，老板，早点休息。好的，好猪，辛苦了，老板，早点休息，老板。谢谢宝宝夸夸，谢谢。再上一波拍立得，我要笑死了。其实吧，满打满算这次的圣诞拍立得我也没赚钱了，基本上等于没赚钱，因为我去拍那套写真就是700块，700块的写真，然后我买打包的东西花了200块，900块。然后我买那个相纸100多块嘛，就已经1000块了。然后还有就已经1K 了，还有什么？还有笔，对，还有画的笔又花了100块，就1K1了。到时候还有邮费，邮费不用算了，邮费有了，就是1K多。然后呢，可能核算下来我就挣个零头吧，挣个挣个几百米吧，就也没怎么赚了。其实就是。目前来说，我收入占大头的其实就是直播，就是我直播的话是能够直观的给我就是感觉上我好像能挣很多的样子啊，对。然后其他的包括线下呀这种，还有我们周边的话，如果我没有去花这700块钱拍写真的话，我还是能挣的。但是我想的是拍都拍了嘛，那咱们就去找个好一点的吧。然后我就是出去花700块去拍的，唉。反正就是没怎么赚吧。夜里呀，我唱一首歌了，20个 W。什么时候我能跳一个舞，20个 W 就好了。我一定1年只跳1场就够了，我1年就跳1场，我1年就跳1首舞，20万够了。躺364天，跳1天，好，结束。就我这样的上综艺，真的吗？就我这样的上综艺，算了吧，我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而已。一个 RPG 20万，真的吗？哇，我跟你讲，要是我真的话，我马上现在我就去开个公司，我马上就去开个工作室，然后我马上转幕后，我就去包装酱酱和喵喵，把他们包装出来，让他们火，然后我就坐在幕后拿钱。
也就是做做梦而已了。做梦呢，做梦呢，那个做梦呢，冰嘎30万。然后我后面还在想，就是我现在直播间不是比心随机嘛，然后比心兔点5嘛，然后我昨天刷了很多直播间，我看他们哇，有些直播间你知道吗？一个跑车跳一支舞，然后我当时刷了就，我说哦，一个跑车跳一支舞，真的吗？我说我直播间一个比心就能跳一支了，然后关键是其实很多就是抖音上面，我没有攻击任何博主的，没有攻击任何主播的意思啊，就是很多抖音上跳舞的博主主播，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就是说是跳舞啊，但是就是那种扭一扭，就是站在那儿扭一扭，摇一摇，然后就跳完了，然后我在那儿汉字的一个比心，然后人家一个跑车扭一扭结束。然后我昨天下播嘛，然后我1点钟我坐在那沉思，我在那儿，然后我在那开始反思我说这，然后我昨天晚上就一直搁着想这个，输出1%。给我说激动了，耳朵都给我说红了。还会来欢乐谷吗？目前不确定啊，因为我们人太少了，我们只有3个人。欢乐谷的话对于欢乐谷来说3个人太少了。如果我们到时候要去的话，可能得再招几个人，然后可能就是只是去相当于接商务的那种，所以这还挺难搞的，因为3个人确实对于游乐场来说人还是挺少的。哪个直播间有呆毛才是完全体的由头。我不想在团播的时候扎呆毛，我真的不想，我真的很不想在团播的时候用呆毛，所以我可能很难得你们会在团播的时候再看到我用呆毛。是的，这是小号。我昨天晚上还刷了好多直播，我还看到他们就是半夜，我昨天刷的时候都2点半了，然后有人在马路边，就是应该是那种公交站牌下面蹲在那儿吃新疆炒米粉，然后吃了，然后他说3万点赞的时候倒立吃那个新疆米粉，我就一直在等3万，因为我看到的时候他才7000多点赞嘛，然后我说我等3万的时候我再回来看，然后呢我就刷走了。因为你其实只要一直刷视频，然后你再倒回来的话，它还是会刷到的嘛。然后我在后面一次的时候2点8万了，然后我说快到3万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倒立吃新疆炒米粉。然后我想的是刚好我刚才看的他的下一个直播也是我想看的，我就滑下去看了一眼，然后我再滑回来他就下播了，他可能到3万他就下播了，就我感觉我又是被欺骗的一个晚上。对，他下播了，是的，他下播了。对，成都的话，成都阴冷，成都湿冷阴冷，对，冬天就是湿冷阴冷，然后经常下雨，一下雨就会更冷。谢谢大白兔奶糖的关注，谢谢某的关注。然后还有那种。而且还有那种晚上团播的嘛，但是我看他们就是晚上团播的那种，直播间虽然人不多，但是就是他们刷的还是挺多的。哎，这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了。就真的吗？昨天
我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就是下了播之后，其实就已经下班了，对吧？对于我来说，半夜12点多1点钟下班就下班了，是吧？好，然后只要我打开手机，只要我点开了抖音，我就开始自动上班，不管是我在看直播，还是我去看别人的作品，然后我就开始上班。我刷到这个直播间，很多人说他直播间人为什么这么多啊？然后看看他的展馆是不是满的，看他还多少粉丝，然后看他播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然后好，下一个哦，这个有点意思啊，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的，怎么样，然后开始自动工作。抠脑壳。今年欢乐谷不是好多人吗？啊？没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团它解散了，然后后面去的那一批人他们是属于新的团。牛马之魂是的，袁大卫。我每天基本上，我觉得可能除了睡觉的时间，还有吃饭，可能摸会儿鱼、看会儿电视的时间，我剩下的大半部分时间真的都在工作。就可能大家觉得刷抖音是在休息吧，我刷抖音就是纯纯的工作。对啊，我现在目前就是3个直播间，是的，但是这个直播间播的比较少一点。懵逼的状态。我当时去北方的时候，我可安逸了，我觉得。虽然我去的时候还不是太冷嘛，但我去的时候也是几度了，就是延吉那边嘛，长白山那边也是嘛，几度。但是就真的出去，它不会冷手，你懂吗？就是你在成都，你在南方啊，就是你在街上走，因为它有那种湿气一直粘在你手上，然后它就吹着那种，它刮风就会特别冷，就特别冷。但是我在北方的时候，我晚上可能也就凌晨或者零下1、2度，然后呢，我走在路上，然后我没有戴手套的话，我走在街上，然后都不会觉得就虽然冷，但是它不会冷手，就不会刺骨，你知道吗？但是在南方，它就真的一直冷，就，想到我的脚它现在又是冰的，我不能想，冰冰的。这个状态我感觉很放松。我确实挺放松的呀，现在聊天的嘛，那不是挺放松的。魔抗只能修炼，形容的好。来成都就需要魔抗了。我的这个也暖痘痘已经没了。排队看花菊3分钟的背影。淋了一个多小时的雨，上个周末好像确实下雨了。真真现在没有跟我在一个团啊，真真现在在河豚少女，在河豚少女。然后呢，喜欢她的也可以去关注。然后呢，她的话一般在抖音这边的话出现会比较少啊，一般是在隔壁出现。谢谢椒盐皮皮虾的关注。昨天我妈还给我，是昨天吧？昨天还是前天给我打电话，然后问我要不要去留学。唉，就是吧，她又把这种话题抛出来，对于我来说，我就又开始沉思，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去哪里啊？我妈想让我去日本，因为我本来日语，其实我已经考过了，我N2是过了的，就是我现在已经有去日本的资格了，就差申请学校了。其实，唉，因为我之前我跟大家说过嘛，我为什么当时没有考研，就是因为毅然决然的加入了拼个课然后呢就后面年都没考了，就没考研嘛。我妈昨天突然给我打电话，还是昨天还是前天啊，反正就问我说要不要去留学。创业不顺，思考来路。我倒是觉得还好，就是
就是我现在至少虽然不说大富大贵吧，我现在至少能养活自己。我目前是能养活自己的，但是再过3年，再过5年，我还能不能养活自己？那其实真的是一个问题。倒也不是说创业不顺了，我觉得对于一个我这样的女孩子来说，我倒是觉得我自己这种方面来讲，倒是已经挺厉害的了。但是我也不能一直这样。不行吧？不是不能在国外开播吗？不是不能在国外直播吗？可以直播吗？好像不能吧。能考研还是考研好？哎呀，就是考研吧。我现在能考啥呀？我考非全吗？在职研究生，但是在职研究生又没有就是日制的好，就是本来研究生就已经挺多了，我现在再去考个在职研究生，我感觉也没太大的意义。但是我要是全日制的话，相当于我就要放弃自己1年多2年的努力，相当于是。还有没有深造凉凉的？啥专业？我的话其实要学的话，哎，我不太想学金融了，想换一个专业，看吧。我觉得我的还好，其实我学习能力比较快，就我不能自夸说自己聪明啊，但是确实我学习能力很快。就是只要是一个我不讨厌的专业，我不讨厌的东西，我上手起来很快的。我不想考金融了，金融伤我太深了。你知道我当年背那个，我当年那年考研究生，虽然最后没考嘛，不是最后去拼个课了嘛，但是准备的时候这么厚。3本书全背完，这么厚的3本。来当法师吧，我去哪里当法师啊？物流管理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能学啥。我之前其实还在想，我之前有萌生过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不要去学。因为我那天不是在外面去拍照片嘛，不是说花700块钱就是去拍，就是那边写真那边的人化妆，然后我当时在想，我说我要不要去报班学个化妆，然后以后可以给别人化妆，挣钱嘛。就是我的脑子时时刻刻其实都在想如何挣钱这件事情。就是现在本来大环境也不好，然后钱本来就不好挣。我这个年龄去学艺术晚了吧？人家艺术都是从小学到大，我这年纪去学艺术太晚了。虽然我学过素描，但是我的素描也就是浅浅的学了学。其实我有点后悔，因为我高中那会儿其实我是中考完之后去学的素描嘛，然后那会儿其实当兴趣学的，然后当时觉得说。实在不行以后就是可以艺考，然后最后走艺考路嘛，然后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后面就放弃了艺考这个路了，最后还是参加了高考。不然的话，如果我现在艺考的话，哎呀也差不多，也应该也是现在这个结局，也差不多了。苏黎切啊，才玩了5章，还有13章呢。还早着呢，没事，不着急。是的，有的时候说激动了，就是我脑子在转的时候，我耳朵会红；就是我脑子在哐呲转的时候，我耳朵就会红掉。因为我现在脑子就在哐呲的转。明天起来突然就火了 ，what？
那我要是如果能在我的有限时间之内能把我自己搞火的话，哇，那我确实就不用撑了，什么都不用撑。但这毕竟是小概率事件，然后也挺难的。所以我妈昨天给我打了一通问我要不要去留学的电话，突然我本来其实最近都没有思考这个，就是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突然又给我的生活来上了一记重锤。我偶尔看到那种，就是我不是也会刷小红书嘛，然后经常我有看到小红书上有人分享，就是比如说今天摆摊又卖了多少钱，卖多少钱，然后有时候在想说，要不要晚上出去摆个摊算了。独家哇，我熊猫，真的吧？我熊猫代言人，算了吧。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知道的。但是摆摊都是晚上啊，就是卖。我看他们之前我刷到最近喜欢看他们摆摊卖舒芙蕾，我就看着好舒服呀。虽然我确实很久没吃舒芙蕾了，因为我想吃我才看，但是真的看着很舒服。就是看他们摆摊卖舒芙蕾，然后还有卖那个榴莲饼，然后还有卖那个什么1元寿司。然后我经常就在想，我说要不然去摆个摊算了。摆摊卖甜筒，冬天卖甜筒应该销量不高吧？应该可能就几个人买吧。1元词8折啊，买1送1了还8折呀！我不是河豚少女的，我没有加过河豚少女，我都不是河豚少女的人。河豚少女是我们解散之后新成立的团，叫河豚少女。好痛啊，剪不掉了，算了，等他这样吧。啊，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摆摊卖卤菜挣的比我上班还多。什么摆摊卖卤菜吗？可是卤菜好油哦，好多油哦。我如果要摆摊的话，我想卖那种很可爱。算了，还是因为女生吧，想卖那种很可爱的小东西，吃的颜值高的小东西。其实你要问我真正的因为生活产生的梦想，就是如果要纯现实主义，不考虑任何一切的梦想和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就是抛开所有一切，只谈现实。我的终极目的就是存够钱去开一个小店。对，这就是我抛开所有的，我就觉得我要是能自己开一个小店，对我来说就够了。就是抛开所有一切，啥也不谈，只谈现实。虽然不可能啊，但是确实我之前就是这么想的。剪不掉嘞。谢谢天天笑哭爱亲，谢谢宝宝关注。开什么店啊？不知道，但是就是想开个店。然后每天也不干嘛，想开店就开店，不开店就不开，就是这么随意。好，差不多的。我说的肯定不是卖 LV 啊，我说的小店肯定就是指那种啊，比如说什么小的手作店啦或者之类的。
现在收入咋样？比在天津的时候强吧？我们天津也没有挣很多，家人们，也不多，真的不多，不骗你们，真的不多。虽然这个东西不能说，但真的不多，真的不多。不然我跟你讲，如果是我们在天津挣的够多的话，我们也不会选择说会把团解散了，就这么直白，懂吗？真的很挣钱的话，我们也不会解散团。不过我真的老有人怎么觉得我们好像能挣挺多的。彤彤火锅店。那肯定啊，那肯定是比天津强啊。那我要是现在还没有天津强，那我白活了吧，白活了。就这么说吧，就这么说吧，在天津的那个时候，我甚至于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养活自己，但是现在我能明确的知道，先过得怎么样我们先不说，我明确的知道我现在能养活我自己了。但是在天津的时候，我真的不敢保证我能养活自己。天津嘛，我们去的时候都挺暖和的，不太冷。4月份、3、4月份的时候有点冷，但是呢也还好，也还好。后面就挺暖的，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基本上都是晒，我的印象里面就只有晒，很热。来的时候是挺暖气的第一天，是的，是的，我记得去的第一天挺暖的，然后还挺冷的。哦，室内商演确实比较好，但是室内商演会比较少，一般室外商演会比室内多，因为室外比较好搭，室内的话也一般就只有商场或者是那种大一点的展会馆，但是展会馆吧，主办方需要花很多钱去租，所以一般还是场外的会比较多。哦呦，40了耶，差不多该下播了，我觉得今天播了够久了。没有聊这么久，我感觉我每次聊天啊就聊挺久的。为什么呀？我感觉我怎么有这么多话说不完啊，叭叭叭的。怎么又播了这么久？谢谢素的粉丝团的牌，下播嗑牙齿试着掏心窝子。等会儿下播再去吃零食去。哎呦，明天又要团播，又要上班。我当心理医生，我有想过的，我其实还挺喜欢心理学的，真的。我家里面，我以前上初中的时候，还有上高中的时候，我可喜欢买那种什么 FBI 心理测试，还有那种心理学的书。我家里甚至于有心理学教材。我有想过考心理学的，我想过的。我当时考研的时候，我有想过心理学，但是后面没考，因为研究了一下，单纯从就业方向来说的话，确实不太好就业。虽然当代年轻人心理压力挺大的，但是不太好就业。谢谢 Mr 小韩，谢谢宝宝关注。没有去环球啊，没有。我在天津的时候，我都没有去过北京呢。我在天津的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天津市内。就根本没有时间去啊，根本没有时间去太远的地方，因为在天津在欢乐谷的时候，一周就休1天，然后休的那一天是周内，且那一天，而且是前一天晚上9点钟下班，然后呢9点钟下班就意味着你要么半夜赶路去另外一个地方玩，但是呢你必须得在你休息的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们哪有时间走太远啊？我们北京都没去过呢。最远的就是天津市内了，就休息的那一天去一下天津市内，逛一逛，吃一吃。对，是很偏。吃过最多的餐厅就是欢乐谷对面的那家火锅鸡。
而且你想嘛，一周休1天，本来天天都在跳舞，又是被太阳晒的，然后呢，一般情况下来想那天都想休息，然后呢，就大半部分就是在寝室里面，就是在宿舍里面休息，然后呢，可能真的特别想出去玩了，才会在那一天选择出去玩。火锅鸡吗？有呀，欢乐谷对面有呀，有火锅鸡呀。是的，有点慌。这样的我，你在我的这个号上面能经常看到，在这个号上面能经常看到这样的我。但是至于我能不能经常播这个号，全看大家。就会让我感觉到，如果播这个号有意思的话，我会一直播；但是如果没有意思的话，我肯定还不如不大号呢，毕竟都是同样的直播时间。谢谢R Tom 的关注，我以后可以练瑜伽，有舞蹈基础，可以当私教或者自己开瑜伽店吗？那还是算了吧。就我这个懒惰，哎呦，就我这个懒惰程度，我去开瑜伽店，认真的。把盖子玩脱了。好了，家人们，我们45下播啊，再播2分钟下播了。下播完去卸妆了，明天又是要工作的一天。我要播啊，我肯定主要还是播大号啊，不然我吃什么呀？哎呀，好舒服呀！不用跳舞的晚上真舒服。明天也是牛马的一天，后天也是牛马的一天，后天星期六也是牛马的一天，因为星期六我要拍视频，然后星期天晚上又要回来直播，我又是牛马的一天。哇，我真牛马，牛马死了！我现在周内想晚上出去，有的时候想出去吃顿好吃的，我都根本没办法去吃了，我都很惨的。就比如说我昨天还在想，我说今天晚上我想去吃寿喜锅，我要去吃那个寿喜锅自助，然后呢一想我哪有时间啊，我团播下班就是7点了，然后我晚上10点钟我又要开播，中间3个小时我得出去吃个饭，然后回来休息再补妆再换衣服，那根本来不及。我现在连周内想晚上出去吃顿好吃的我都已经做不到了。是的，死循环的一天。不管啊，谁管饭啊？肯定不管啊！我想吃寿喜烧了，啥都想吃，可是这周要吃，应该这周末要吃羊肉吧？中午得忙着化妆，因为下午4点团播，中午就是化妆、吃饭、收拾好，因为你还要做造型，你像我。他们都还好啊，我的话是因为我经常换造型，然后呢，我做发型本来就挺慢的，我每天花的时间比他们俩多。然后呢，10点钟起床，我11点钟开始化妆，化完妆差不多12点，然后吃饭休息一会儿就1点了，1点然后我开始做发型，我要做到2点，然后出门就准备团播。我10点钟起床，我啥事没干。然后晚上7点钟回家，然后点外卖，吃了饭，8点多，然后休息一下，又开始补妆、换衣服，准备直播。这还不算我拍视频，还有剪视频，还有发视频的时间。我还哪有时间出去吃饭呀？我想吃寿喜烧了。我还在想说，因为我上周去那个山姆，我买的那个石榴汁，它的那个原生的石榴汁原浆好喝，然后我还记得说有时间再去买的，一直没找到时间去。
团播在哪儿？团播在布尼布尼，在布尼布尼哟。这样妆造也很久嘛？这样不久，这样很简单，但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大家就是都是浓妆的情况下，我就不能这么干，你知道吗？就是你们一直觉得我妆浓，一直觉得我这个，觉得我那样，哎呀，化那么浓干嘛？淡妆也挺好看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大家都是浓妆，也不可能我一个人淡妆啊，那多怪呀！你走回来没事的，我们50下播，50下播，50铁下播啊，50真下播了，真下播了，真下播了，真下播了。就是有，你知道吗？有种东西叫对比，就是我如果是现在的我跟化了浓妆的我站在一起，现在的我就会显得我脸上根本没有化妆，你知道吗？聊天聊嗨了，我感觉我每次聊天直播都能播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管怎么直播，我感觉我都能播挺久的，但是这样不好。谢谢大局为重的关注，谢谢宝宝的关注。八童子和优童的区别，说得好。不管是哪个都很能聊，就很少能在直播间里面看到很安静半个小时以上的我，很难见到，除非是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是的，淡妆上镜没有浓妆好看啊，确实是。不会的，50一定不会过，还有2分钟，我看着的，2分钟只有下播，我看着的，不会下播的。哦，不是，马上下播的，我看着的。谢谢小老弟的开心拍拍拍，谢谢小老弟，谢谢宝宝的开心拍拍拍。剁椒鱼头妆那个是化妆能解决的吗？你告诉我那是化妆能解决的吗？化妆师如果能这么厉害的话，就真的每个人人都是网红。晚安，晚安，大家早点休息啊。主要我好看，好的，谢谢你夸夸。你们尽快习惯吧。我也不能一直指着呆毛一个发型，我肯定会想说再搞点别的能够出点东西的发型，我也不可能指着呆毛一直指着呆毛呀。所以大家早点习惯吧。还1分钟了，准备下播了。我音乐都关了，我音乐关了就证明着我马上要下播了。还有1分钟，49了。通宵刷剧真爽，我也想熬大夜。50了，晚安了，家人们，我下播了，我下了哦，晚安哦，走了哦，晚安哦，下播的，晚安。好的，我今天尽量3点以前睡觉吧啊，晚安，家人们，我走了，大家也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好了，拜拜。